被前夫设计净身出户3个月后，我彩票中奖了1、2亿。我瞬间男人口中那句人生3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了。我是女人，所以就是单身修仙，法力无边，两手插袋，一步到位。老天爷不仅把我的垃圾婚姻门打开了，顺手还赠送了8方来财的窗。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中奖了，放下一切，直奔体彩中心，核对彩票身份证，兑奖、扣税、捐款，拿着支票直接到银行。银行经理亲自操作后，我的卡上有了一串0。走出银行，我打车到了女儿幼儿园附近的奶茶店，吸了几口奶茶后，奶茶的甜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整整1、2亿啊，足够让我和女儿从此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了呀！我可以不用操心女儿的学费，不用舍不得喝奶茶，不用让懂事的女儿眼巴巴看着玩具不舍得买了呀。3个月前我离婚了，带着5岁的女儿净身出户。前夫陈林每个月只需要承担600元抚养费。至于我们名下为什么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分配，因为刚生完女儿的时候，前婆婆就病倒了。孝顺的陈林为了救治妈妈，让我同意把结婚时一起凑首付买的房子卖掉，住在他们家原来的房子。这5年来，我在家又是带女儿，又是照顾前婆婆，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直到女儿上幼儿园，情况才稍微好转。可是过劳肥的我，变成了一个穿着邋遢睡衣、体重150斤、脸色暗黄的黄脸婆，反而是被我悉心照顾的前婆婆，脸色红润，身体矫健，没有了5年前病倒的苍白。前婆婆刚好，陈林的小3带着4岁的私生子就上门了，娇滴滴的对着一直不喜欢我女儿的前婆婆说：“阿姨，这是我和林哥的孩子，我实在不忍心他跟着没名没分了，上幼儿园被别人说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赶回家的陈林没有慌，对愣着的我说：“既然你也看到了，那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离婚吧。”我哭闹着不肯离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5年来所有的付出变成了这样。陈林厌恶地看着我：“你看看你自己，自从生了女儿，还像一个女人吗？又肥又邋遢，除了找我要钱，会干什么？我每天辛辛苦苦赚钱，到家不是听你啰嗦告状，就是看女儿胆小的哭哭啼啼。要不是看你照顾我妈还不错，早就离婚了。”前婆婆惊喜地抱着小3生的儿子不撒手，生了赔钱货还整天不让我念叨，吵到我睡觉被我骂2句就哭哭哭。我说我身体为什么一直好不了，还不是因为你的小赔钱货整天哭哭哭，把我哭得心烦。看着他们对我和女儿的贬低，我突然觉得离婚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我的女儿不用和我一样，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同意离婚的我，才发现早就出轨的陈林，这些年虽说是高管，但收入工资一直以给前婆婆治病为由，名下没有1分钱存款。1个月的冷静期一过，刚拿到离婚证的第2天，前夫就在朋友圈官宣了娇妻小儿一生一起。前婆婆更是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房产证，送给儿子儿媳和宝贝孙子的礼物。离婚后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太难了，哪怕我曾经的学历还不错，可是现在肥胖又脱离社会几年的我，实在不容易。带着女儿回娘家，我更是想都不敢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那对吸血鬼父母和弟弟，
怎么可能再回去？好在女儿幼儿园里刚好需要一个保育员。园长听完我的自荐，心软的他当即同意让我进园工作，做他的助理，甚至提供了住宿，让我和女儿先暂时住在园里，安全又方便。冷静下来的我，害怕自己过于肥胖的形象影响到幼儿园和女儿。我开始学习剪辑视频，在某音上记录自己的减肥之路。每天忙碌又充实的生活让我感到自由，虽然赚钱不多，但至少温饱不成问题。我更是有心学习，虽然是园长的小助理，但并不妨碍我有努力学习的心。每天就是工作、减肥、研究、剪辑、发布视频。评论从一开始的嘲笑慢慢变成了鼓励。妈妈，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呀？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事情了，害你吃不下呀？之前胆小不敢表达自己的女儿，在离开那对不正眼看她的奶奶和爸爸后，逐渐开朗起来。妈妈在减肥呢，为了身体健康嘛，不能继续胖下去了哦。我开玩笑对她说着。在女儿生日那天，我手头的工资让我有了安全感，决定带她出去吃喝玩乐。我带着她去了游乐园，订了蛋糕去餐厅。她惊喜的样子让我觉得离婚是对的。回去的时候，路过彩票站，2个闪光字幸运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我当即掏出20元买了大乐透加10倍中奖。宝贝，这是妈妈的生日和你的生日，还有一些对我们重要的日子数字哦。今天就当买了一张幸运票哦。没想到的是，对女儿开玩笑的戏言成了真。2天后，我拿出彩票核对，真的中奖了，5亿，扣完税还有2亿呀！我激动地对着睡觉的女儿亲了又亲。第2天让女儿上学后，当即找到园长请假，按照查找的攻略直奔体彩中心，喝着奶茶，慢慢思索之后的日子。我现在有这么多钱，可以先买房子。园长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让其他人私下多少有了一点小意见。我当即拿出手机联系了一个售楼经理，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帮我挑一个装修好的房子。钱不是问题，我要拎包入住的那种。幼儿园放学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决定先去买点礼物送给对我帮助良多的园长。说实话，换做没离婚前，兜里没钱。离婚这3个月来，经济稍微轻松的我，其实并不敢走入高档商场的。只不过现在呀，卡里有钱，看啥都觉得不过如此了。你们店里这个小孩的衣服也太贵了吧，一件几百块，坑谁呢？娇儿，咱们别买，去其他店买。妈，这个是亲子品牌，贵是贵一点，不过质量好。你那么疼小宝，肯定舍得买给他吧？这俩声音有点熟。我放下手里的衣服，抬头，这个声音不就是我那个病好的前婆婆，还有她的新儿媳。爱你这个肥婆，怎么也来逛商场？不会是没有工作、没有钱，想进来偷东西吧？我看着他轻松抱着的小孙子，不得不感叹，我5年的照顾，确实把他照顾得很好。这不，抱着40多斤的小胖墩，都轻轻松松。怎么说话这么臭啊？你喊屎说的吧？这身体才好多久呀？嘴巴和屁就换位置了，这得多膈应人啊！再说了，这地方你们能买东西，我就不能买。有本事你们全买下来呀！你前婆婆大概没有想到，以前对她那么温顺的我，现在正面对着她，气得手发抖，说不出话。不会吧？不会吧？你这又手抖又结巴的，不会是又要病倒了吧？我嫁给你儿子6年，伺候你5年，你一好就和你儿子把我和女儿扫地出门，报应来得这么快吗？不过病倒也没事，这不，
你儿子4年前就给你找好新的儿媳妇，等着伺候你了。终究还是你有福气啊！我故意感叹道。周围看热闹的人恍然大悟：妈，你不要气，不要气，他就是故意刺激你的，他就是嫉妒你对我和小宝好呢。沈念姐，我知道你被离婚了不开心，但也不能这么把气出在婆婆身上啊！好歹她是孩子们的奶奶，林哥的妈妈呀。陈林新上任的老婆，也就是之前的小三王娇，赶紧抱过她的儿子，夹着嗓子安慰好钱婆婆，又笑眯眯对着我暗讽。不得不感叹，能够几年带着儿子当小三的人，心里就是比较强大。哼，我就知道有些人自己生不出儿子，就看不得咱们家有宝贝孙子，还来逛商场，不会是拿着我儿子给的抚养费乱花吧？钱婆婆明晃晃地嘲笑：乱花，1个月600的抚养费，连一次性给都做不到。你儿子给的是600，不是6万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50年前的600呢。店员把我试好的10多件衣服和给女儿买的一些衣服包装好拿了过来，我拿出手机支付。有些人真把600元当成什么大钱呢？600元还买不到我一件衣服呢。店员，你们可得小心，有些人不买还故意弄坏你们的衣服哦。我们在的这个店是一个亲子品牌店，衣服设计版型好，质量也好，就是价格嘛，比较贵一些。也难怪我那个钱婆婆刚刚不舍得买给宝贝孙子，毕竟我这几年来也是一直想买又舍不得的。这下有钱了，还不得多买几件犒劳自己和女儿啊！我说完就转身潇洒离开，一个眼神都不多给他们。我才懒得管他们买不买呢，反正我能买，我甚至能把店买下来。我走到另外一个补品店，买了最好的燕窝和一些补品。刚付好款，就看到他们手里拎着孤零零一个衣服袋子，也跟着过来了。钱婆婆看到我手里的燕窝礼盒，眼睛都亮了。算你识相，还知道买燕窝来让我原谅你。拿来吧，我可以不和陈林说你刚才的无礼。不会吧，你老年痴呆了？我干嘛给你燕窝呀？让你宝贝儿子儿媳给你买吧，我和你可没有任何关系。我说完，故意扬了扬手里的东西就走。身后传来钱婆婆饱含怒气让王娇去买燕窝的声音。我知道她肯定受不了我有的东西她没有。我回到幼儿园后，把燕窝和补品送给了园长，感谢了他这段时间的帮助，并说明了会尽快找到新的房子搬出去，不会让他被人争议。当然，没有给女儿换幼儿园的打算。至于我自己，后续会离职，希望园长能理解。园长不肯收礼物，甚至让我拿去退掉，不要浪费钱。只是我告诉他，我其实有在做一些投资，现在得到收益了，经济上自然好转了。他才半推半就收下。第二天刚好是周六，我带着女儿直奔售楼经理所在的售楼小区。我之所以认识这个经理，是因为离婚找工作的时候来过这里，想当售楼销售，却因为形象问题被劝退。经理的态度很温和，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姐，这才多久没见，您变漂亮了很多。昨天您微信看上的2套房子，我这就带您过去看看。带着女儿去参加后，女儿很喜欢其中一套，我就直接刷卡全款买了。经理高兴得不行，叫人赶紧准备好合同房本拿过来。突然隔壁一桌人吵了起来，我因为好奇转身看了过去，对方也刚好望了过来。一看到人我就后悔了呀！哎呀，我发誓，我真的后悔，我就不应该转身。好奇个屁呀！我居然没有注意到是我那对吸血鬼父母和弟弟。如果说我之前嫁给陈林，
被出轨、被净身出户是识人不清的话，那么我离婚后没地方可去，没有回娘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的原生家庭，父母重男轻女，养我仿佛就是为了有个人能帮他们照顾弟弟。弟弟比我小3岁，在他出生前，父母经常吵架，妈妈总是哭着骂我，说如果我是男孩子，爸爸就不敢和他吵架。所以当她怀孕知道是儿子后，一家人过了一段很温馨的日子。爸爸总是和我说，等弟弟出来后，我就有弟弟保护了。所以那时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谁知道他出生后，父母是没有吵架了，但对我再也没有关心。小小的我被迫长大了，我记得很清楚，弟弟一哭，他们就让我安静，不能说话，不能动，哪怕我尿急要去厕所，也不能吵到他们哄弟弟。肚子很饿很饿，也不能发出声音，要等他们哄完再弄吃的给我。弟弟慢慢长大，我的日子越发难过。高中的时候，我拼命读书，高考成绩出来后，过了一本线，父母不愿意让我继续读书，他们想让我出来打工赚钱，给弟弟赚学费。弟弟这些年被父母宠溺成了一个不学无术、衣来张手、饭来张口的巨婴。我跪下来求他们让我去大学，可他们死活不肯。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我的父母不是我的依靠，他们只想榨干我去供养弟弟。好在高中学校当时统一办了身份证，无奈之下，我假装同意打工，趁他们带弟弟外出旅游，拿了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和老师资助的2000元，直接坐高铁到大学。大学期间我很少回去，好在我真的足够努力，毕业后工作表现好，高工资给了我足够的底气。我也留了一个心眼，只告诉父母工资的1/3，给自己存了一点钱。可惜我呀，终究因为不幸的童年，太过于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也太想逃离令我窒息的父母了。和陈琳谈婚论嫁的时候，父母想要的20万彩礼，但不给任何陪嫁，让我再次死心。为了不让陈琳和钱婆婆看不起我，我把私房钱拿了出来，整整50万。20万让陈琳拿去给了我父母，就当买断了和他们的亲情。30万和陈琳凑了首付买了房。嫁给陈琳前夕，我和父母吵了一架，因为他们拿了20万后，直接全款提了一辆汽车给弟弟。之后我更少回去了，只有弟弟时不时打电话找我借钱。可惜我呀，把手里的私房钱拿出后，就再也没有存到钱了。沈念，你这个不孝女，你在那里看笑话是不是？还不赶紧过来帮你弟弟！妈妈冲着我嚷嚷，我路过而已，你们想吵就继续吵，和我无关。和他们吵架的中年妇女一看我没有过去，气势大涨，对我妈又开始一顿输出。我才不过去！我不仅不过去，甚至让经理去拿点瓜子过来，边嗑边看他们吵架。经理偷偷告诉我，我那个弟弟搞大了一个女孩肚子，想买房结婚，父母肯买房给他们，却不肯写弟弟和女孩的名字。女孩和父母也不傻，说不写女孩名字就去打掉孩子不结婚，所以这才因为房本上写谁的名字吵了起来，来好几次了。每次最后关头都吵架，也不知道是真想买房还是假的。我看了看那个还在一旁打手机游戏的弟弟，实在不知道女孩到底看上了他哪里。高考成绩200多分，花钱上了一个野鸡大学。毕业后1年12个月换6份工作，每份工作做半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在家玩游戏，让父母给钱创业，没创2个月就赔个底朝天。这样的男人是有想不开想要嫁给他呀。
接过经理拿过来的房本，细看够了，我拉上女儿就准备回去。谁知道我那个怀孕的弟媳眼尖看到经理拿房本给我，立马扯了弟弟沈晨过来。妈妈，那个舅舅过来了，他好凶啊！我害怕。女儿扯了扯我的手，我安抚地抱着她，看着突然停站的一群人走过来，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这辈子的运气可能都用在中彩票上了吧，要不然怎么出门不是遇到钱婆婆和小三，就是遇到吸血鬼父母和弟弟呢？姐，你不是被净身出户了吗？怎么经理拿了房本给你？给我看看。弟弟一开口就想抢过房本去看。沈念，你这个不孝女，是不是骗我们离婚没钱的？有钱都不拿给我和你妈，真是白养你了，还私自来买房子。现在去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弟，他要结婚了，就当你这个姐姐送的礼，不然我不会让你参加婚宴的。是啊，女儿，你要是买了房子的话，就把房子给你弟吧，不然你一个离婚还带着女儿的拖油瓶，我和你爸不会同意让你参加婚礼的。姑姐，你就是沈晨的姐姐啊，谢谢你送我们的房子了。一群人三言两语就想要我新买的房子，是不是脸大了一些？在看到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让经理去叫几个保安过来，以防万一，免得我开队后他们狗急跳墙，伤害到女儿。我确实离婚，也确实净身出户，现在我自己买的房子，凭什么得给你们？当初不肯让我上学，结婚拿我的彩礼给沈晨买车子，一分钱都不肯给我。好在我脑子清醒，没被你们破成伏地魔。还有你，沈晨，天天挑唆父母找我要钱，自己却什么都不干。我没找你要借走的钱就不错了，还想要我的房子，你是有多大的脸？是爸妈看中你是儿子，可不是我。你们不是一直说儿子才是你们的命根子，我这个女儿一点用都没有吗？我离婚的时候，你们不是和我断绝关系了吗？以后你们老了，我会按照法律按月给你们养老钱，其他的就不要想了。还有这位小姐，别攀关系，叫我姑姐，我当不起。哐一顿输出，把这些年因为他们受的气都发出来，爽多了。不然我怕自己憋出内伤。弟弟一看我这样横眉竖眼，又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们重男轻女的皮扒了下来，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更让他在媳妇的父母面前丢尽了脸，一下子准备冲过来打我。好在人高马大的保安一挡，他立马就怂了。怀孕的弟媳看他这个怂样，你怕什么？你不是说你姐什么都听你的吗？我刚刚可听到了，你姐买了一套复式房，足300多平，还是全款的。从小在父母的宠溺下，沈晨只会窝里横欺负我这个姐姐，对其他人反倒是怕死得很。父母一听到是全款买房，一脸惊喜。沈念，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全款买房？咱们一家人回去坐下来好好聊，不要被外人看了笑话。我有钱买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离婚的时候，你们不是打电话说不许我回去拖累你们，反正有儿子养老就行。怎么，沈晨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连房子都得掏空你们的口袋，就又盯上了我？想得美！我现在无所谓被别人看笑话，以前自卑不敢反抗他们的女儿已经没有了，逃离原生家庭又跳入婚姻火坑。好在离婚后的我时来运转，用半辈子的运气中了彩票，卡里的一串零给了我无限的底气，可以带着女儿过上好日子。我不需要惧怕任何人，也不需要担心自己流落街头。沈念，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和弟弟？你就不怕我们和你断绝关系？妈妈一听我把沈晨说的一无是处，暴怒但也不敢过来，
只能恶狠狠地说：这些年你们对我和断绝关系有什么区别吗？离婚的时候不就和我断绝了吗？女儿紧紧抱住我，安慰道：妈妈不要怕，你还有我呢，宝贝，妈妈不怕，妈妈带你离开这里，咱们去庆祝买了新房子，以后咱们有自己的家喽。我牵着女儿想走，弟弟沈晨居然心生恶胆，挥起拳头就向我女儿冲过来。我急得大喊保安，只是沈晨这个人平时又懒又爱吃，只有一身肥肉，横冲过来，再次被保安一把拉住，动弹不得。这下可把我真气着了，这巨婴弟弟居然还想对我女儿动手。我走过去，对着他左右脸开弓，打了好几下才停下来。那个女孩一家人看到我这样强势，一点都不敢发出声音，父母尖叫要过来阻止。你们赶过来一步，不让我出口气的话，我明天开始就花钱雇人盯着他，只要他出门就揍，我看他能有多抗揍。转身当场就给经理赚了10万，扬言让他给在场几个保安分一下，只需要护着我和女儿出去就行。看什么看？我就是有钱也不给你们，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得见吃不着。看着他们憋气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套上我身上原生家庭的影响消失了。经理眉开眼笑，送我和女儿离开，谁都没有搭理他们。买好房子，我带着女儿去了他心心念念的餐厅吃饭，同时把房本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新家新房子。隔天星期天又带着女儿全款喜提了一辆代步车。刚怀孕辞职在家那会，没事就把驾驶证考了。当时前婆婆还念叨我一个女人家干嘛考驾驶证，有陈琳开车不就行了。后来她病倒，每次都是我开车送她去治疗，来回照顾接送。车是陈琳的，每次开她都会念叨我，让我小心不要蹭坏她的车，所以我的车技练得特别好。我又再次发了朋友圈，给女儿买的新座驾，底下就多了几条祝福评论，其中前夫陈琳的点赞特别明显。下一秒，他的私聊就发来了：沈念，我们虽然离婚了，不过我还是宝宝的爸爸，也有他的探视权。我今天想见他，你们在哪？我并不意外，前夫陈琳看到朋友圈后会联系我，他多虚荣。作为曾经的前枕边人，我很清楚，当初我们同公司不同部门，我销售他会计，当时我一整年都是销售冠军，底薪加提成加奖金，一年下来年薪几乎是陈琳的3倍。他追求我用的方法很老套，姨妈期送红糖水，早上送早餐，时不时讲点笑话给我听，甜言蜜语不要钱一样说个不停，却爱的我就沉迷于他制造的爱情中。在一起后，每当他送一些小玩意说是自己的心仪礼物时，总是回送他各种高档礼物，沉浸在也有人爱我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直到产后没有上班，没有工资，在家照顾孩子和前婆婆后，才逐渐发现她本性啊，不过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虚荣心爆棚的普信男罢了。靠着拍马屁讨好上司，升成了公司的小高管，回家就把受的气发到我身上，对我冷漠。是我为了那曾经一点点温暖，又体谅他工资要养一大家子辛苦，一直隐忍。哪知道他越发肆无忌惮，养小三生了私生子。我现在发朋友圈炫富，就是摆明想刺激他，因为我怀疑他呀，在公司会计部门有不干净的财产来源。离婚后，小三在我面前炫耀陈琳包养他的这几年，他们过得有滋润，出入高档餐厅，租住高级公寓。他生孩子去月子中心，平时雇家政阿姨。和我一离婚，
钱婆婆又立马买了200平左右的房子，那地段的房价可不低呢。陈林这个普通高管，收入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可以呀，我带女儿在 4S 店，等下准备去石香阁，我们那里见面吧。石香阁在我们这里很出名，出名的贵，人均5000。以前我可想都不敢想，现在吗？去尝尝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今天的利息钱就够我和女儿吃了。陈林一到石香阁，看到女儿和一身精致打扮、减肥成功的我，桌上点的全是石香阁的招牌，一桌差不多1万多的菜，眼里发光，坐下。沈念，你带着女儿现在住哪里呀？用不用我帮忙？如果需要，你就直说。毕竟我们曾经是几年夫妻。前2天妈在商场遇到你，回家还说起呢。陈林一脸真诚地说：“谁信他是真心想帮助呢？不就是想打探吗？当我还是之前的沈念一样。”陈林，你还是这么会转弯抹角，不就是想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吗？怎么又是买房，又是买车，又是来石香阁消费？哦，对了，还有你妈告状的买了燕窝没送她，对吧？其实你也知道的，我以前在公司可是销售冠军，手里头肯定是有点人脉的呀。虽说我这几年在家没怎么和人见面了，但感情嘛还在的。别人听说我现在困难了，想拉我一把，我不就又能风风光光了吗？我半真半假谈笑道。至于他信不信，看他沉思的表情，信的程度高达90%。之后我可就没多说了，慢悠悠吃完。他想从女儿口里套话，只不过女儿对他这个爸爸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爱答不理。我要的可不是他后悔，要的是等他露出马脚。花了1天时间搬家之后离职的时候，我拿了50万给园长，希望可以改善幼儿园的一些老旧设备。一放假就带着他到处玩，弥补了这几年来因为我一心扑在家里照顾钱婆婆，几乎没有带她游玩的心情。虽然我现在钱不少，但未来怎么规划我还没有想好，就先带着女儿吃喝玩乐吧。没事就在朋友圈发点炫富的视频，分组只对前夫和钱婆婆可见。倒不是我还不放下他们，只是觉得白白浪费几年这口气，有点咽不下，想出口气。前夫陈林有天忍不住终于联系了我，说看我的投资这么赚钱，也想参加看看。我一副不计前嫌的样子，转身找了几个专业演员，演了一场戏，让他深信跟着我投资稳赚不赔。想加入分一杯汤的话，就尽快加入投资。不到3天，陈林便发信息给我说凑齐了300万。我转手就把这段时间收集到的证据加上他的这个信息一起发给了他在公司的竞争对手。他大概觉得虽然离婚了，但我对他有留恋，加上还有一个女儿的原因，我带他赚钱理所当然吧。竞争对手一拿到陈林在公司贪污拿回扣、挪用公款的证据后，举报给了董事会，一时不仅面临巨额赔偿，把新房子卖了都不够赔，还被公司告上了法庭。开庭的时候，我特地带上女儿去看，女儿太贴心了，我也想让她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以后长大了不至于被道德绑架。看到同样坐在庭下憔悴的钱婆婆和抱着儿子的王娇，我笑出了声。几个月前被净身出户赶出门的我，比他们现在可憔悴多了。好在我开启了新的人生，而他们可不一定能有我的运气了。当听到法官宣布陈林判刑5年时，钱婆婆被我悉心照顾的身体再次高血压发作倒下了。这下轮到王娇去照顾她了，就是不知道她心心念念
给他生了大孙子的好儿媳？有没有我曾经那么用心的照顾了？我无视他们的兵荒马乱，带着女儿离开了。因为之前只买了1套房和1辆车，我的彩票奖金并没有减少多少。之后我干脆对卡里的1亿多做了规划，5000万做了理财，5000万做了大额存单，1000万捐给了帮助妇女和孤儿的慈善机构，剩下的400多万我打算放着用，留着给自己做点小投资。不知道我那个好弟弟从哪儿打听到我那天全款买房后又买了车，之后不是去我买的小区蹲我，就是叫父母电话轰炸我。可惜我对他们全无一点原生家庭的留恋，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打定主意什么都不给他们了。过了一段时间，销售经理告诉我，我那对父母当知道我有房后，就一心打算让我把房子转给弟弟，这样他们就不用出钱了。谁知道卖掉老房子准备付新房子的首付钱，被弟弟和他女朋友卷走了。2个人直接拿了钱去赌，输得一干二净，还欠了一堆债，直接跑了。这下我父母懵了，又不舍得报警，就找上经理，让他想办法联系我，求我和他们见面。见面的时候，妈妈还想指责我，可我先声夺人，想清楚再说话。当初是你们和我断绝关系的，现在你们又没钱又没房，宠溺的宝贝儿子更是不知道在哪里。要是还想和以前一样骂我，那这辈子就别想见到我了。女儿，我和你妈知道错了，也知道你现在有出息，你能不能让我们去你那里住啊？爸爸低声下气地说，别看他们现在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我知道，只要我同意让他们住进我的房子后，以后弟弟要是回来，恐怕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不了，看在你们生了我的份上，我给你们订了养老院，费用我1年一交，你们乐意就去，不乐意那你们就等着不知所踪的儿子回来给你们养老吧，别想去瞎折腾，不然我连给你们订养老院都不定了。他们2个人听了，纠结了大半天，最终同意去养老院，只是期期爱爱地问我以后能不能带孩子去看望他们。我没有答应下来，只说之后再看吧。再次听到钱婆婆的消息，是当初我们住的老房子邻居联系了我，因为听到钱婆婆在家嚎哭求救的声音，进门一看，发现她瘫痪在沙发上，全身发臭，屋子里又乱又臭，毫无下脚的地方。之前肥胖的小孙子变得脸色蜡黄，在一旁饿得2眼发昏，一问才知道他的好儿媳伺候了他不到3个月，就抛下孩子和他这个婆婆，拿了家里仅剩不多的钱跑了。他一开始不知道，和孩子饿了2天才明白过来。邻居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就联系了我这个前儿媳大冤种陈嫂。我早就和他们毫无关系了，没有必要联系我。你问他要不要报警吧，要的话就帮他报一下吧，我就不过去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他帮着儿子把我净身出户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曾经对他一心一意的照顾呢？在女儿幼儿园放假后，我带着女儿走上了游学之路，走遍大好河山。我的童年不快乐已经成为过去，而我希望他能够拥有一个治愈一生的童年。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10几年前，带着别的女人跑路，留下一张字条说要追求自由的我爸突然回了家，他带着那个女人和1双儿女，好不得意，认亲宴上。我爸看着意态演好的拉着小提琴的我妹，笑着对我说，然之，你虽然文化成绩不错，但艺术方面恐怕还是要甘拜下风喽。
满场人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的父亲，只有他不知道，我是国际知名提琴演奏家菩提的关门弟子。然之，你虽然文化成绩不错，但艺术方面恐怕还是要甘拜下风喽。这话一出，原本还在谈笑的众人都愣了几秒，气氛凝滞了一瞬。我爸虽不知为何，但还是笑着问：“我说错话了吗？”我和堂姐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十分要好。她早就看不惯我爸围着我的一母弟妹，转而忽略我的德行。瞥了一眼我那存心献媚的便宜妹妹，说道：“陈然心，你听过菩提这个人吗？”陈然心没想到看起来高冷贵气的堂姐会主动和他说话，受宠若惊地把琴放下，努力压抑着激动，说道：“菩提大师是非常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堂姐摆摆手，示意陈然心噤声，不咸不淡地放下手里的茶盅。二叔在外头待了许多年，应该还不知道，然之是菩提先生的关门弟子，每一年暑假都会专门飞去欧洲。这话一出，几个小辈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陈然心立马变红了眼眶，委屈地看向我爸：“都是我不如姐姐。”我爸一见陈然心委屈的模样，心疼的不行，只是碍于人多，不敢把她抱在怀里哄。他虽对堂姐的直白心有不悦，但却不能以二叔的身份去训斥堂姐，这太掉价。于是他转而对我妈说：“然之这孩子能获得提琴演奏家的赏识是好事，你怎么不和我说？”我妈和我爸是商业联姻，最瞧不上我爸这窝里横的样子，只淡淡睨了他一眼，道：“你回来这半个月，不是求着爸要钱，就是围着你那小三和一双儿女转。然之的事，你问过吗？”我爸一直说不过我妈，刚要沉下脸来发作，就听见陈然心说道：“阿姨，我爸爸妈妈是真心相爱的，他才不是什么小三。”我妈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懒得和陈然心计较，免得失了身份。我立马从我妈手里接过火炬，言笑晏晏道：“我妈妈说话不好听，可这到底也是事实。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我妈妈由始至终都是我爸爸的太太。你妈妈不是小三又是什么？我爸本就不喜欢我妈，连带着不喜欢与她有7分相似的我。”他一晚上的憋屈终于有了突破口，只见他重重地把酒杯砸在桌面上，对着我斥道：“陈然之，你白做姐姐的吗？我没指望你能让着你妹妹，可你连不欺负她都做不到吗？”我爸这话说得重了，不仅坐在我身边的堂姐下意识地握住了我的手，连我妈都变了脸色。我虽然对她并不怎么在意，可听了这话还是心中一痛。我刚要反驳，就听见我妈的声音传来，她的声音清脆中又带着几分懒散，像是华妃的音色。“好了，然之，你爸爸这么多年都不在，今天训你一句你就听着，总好过有一个活死人一般什么都不管的爹。”堂姐扑哧一笑，我心里那点失落和委屈也烟消云散。陈然心仿佛想说什么，但看了一眼我妈，终究还是忍住了。我爸的脸色更黑了。幸好大伯母出来打圆场，他扯了一把坐在我身旁的堂姐，2个女儿都优秀，这是好事。说起来也是缘分，从来没见过面的姐妹俩竟然都喜欢拉小提琴。莫非咱们家的人还有些艺术细胞不成？陈然心看了眼长袖善舞、雍容平和的大伯母，小心翼翼地说道：“虽然我不如姐姐，不过我会好好努力的。”我爸的神色带着赞许，而陈然心又扯了扯我爸的袖口，继续说道：“爸爸，往后如果能和姐姐一起上课，一起练习的话，
我应该也可以和姐姐一样厉害的吧？别人听了这话，倒没什么反应，倒是堂姐啊了一声，接着说道：“二叔不就是回来探个亲吗？莫非你往后要住在这不成？”陈然心怯生生地看着我爸，我爸面对着满桌人疑惑的目光，努力使自己的语调变得平静。走了那么多年，回来才知道妈已经没了，我心里实在难受，所以往后我们家就不走了，好好孝顺孝顺爸。我看了眼我妈，这不是骑在我们母女俩头上拉屎吗？哦，爸爸，你能回来住真是太好了。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你的小三啊不，你在和我妈的婚姻存续期间，另外找的一个和你生儿育女的阿姨，应该怎么处理？是登堂入室和你们一起住进老宅，还是用你和我妈妈的夫妻共同财产去另外给她找一个房子？我爸积攒一晚上的怒火在此刻彻底爆发，他狠狠地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陈然之，张口小三，闭口小三，这就是你的教养吗？我真为有你这样一个恶毒、自私、刻薄的女儿感到丢脸。我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我一句不好，所以她立马也站了起来，对着我爸说：你做得出和小三私奔的下三滥的破事，难道还不让你的女儿说一嘴吗？我倒是也很好奇，你想怎么处理秦素素？还是你也想享受所谓的齐人之福？你配吗？”我爸的德行真是一点也没变，君子动口不动手，在他那只是一句废话。因为他自知理亏，说不过我妈，于是就抬手想打人。千钧一发之际，爷爷老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住手！”爷爷穿着红色唐装，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说话的声音也中气十足。陈康，你真是长本事了，连老婆都打。我爸看见爷爷，习惯性地瑟缩了一下，随即想起这是在人前，爷爷会给他留面子，于是挺直腰板说道：“是梁君若自己说话难听，言语上对我和素素都有冒犯。”爷爷早就知道我爸是个什么德行，但他还是惊讶于为何一别10多年，我爸一点长进都没有，只有脸皮增长的速度一日千里。我懒得和你这畜生废话，只一句话，让秦素素来老宅，你想都别想。我爸也知道爷爷奶奶对于这个拐走自己儿子的秦素素深恶痛绝，他虽然心有不甘，但面对着爷爷还是低声答应着。素素也就算了，可孩子，爸，你不能不认然心和然萧啊。陈然心是个极有眼色的，闻言立时就抱住了爷爷的胳膊撒着娇。以前然心都和爸爸妈妈住在外面，现在让然心替爸爸妈妈好好孝顺爷爷好不好？爷爷虽然厌恶秦素素，可终究没办法对自己的亲孙女太狠心。他并未抽出自己的胳膊，只是打量着陈然心的脸，然后松口道：“你有这个心意也好。”一场认亲宴不欢而散，堂姐被大伯母揪着耳朵带回了家。陈然心开开心心地和爷爷回了老宅，而我也和我妈回了常住的别墅。司机小王平稳地开着车，我妈则靠在后座，神情倦怠。我试探地对我妈说：“你觉不觉得我爸回来得很突然？”闭目养神的我妈突然睁开眼，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她是互动式教育的忠实拥趸者，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努力地鼓励我说出真实的想法。你说过，我爸和秦素素私奔的时候带走了家里很多钱，并且是留了再也不回陈家的纸条的。可是这一家人怎么就这么突然地回来了？我妈点点头，示意我继续说。而且露面的多半是我爸和陈然心，那个秦素素我至今只见过一面，
至于陈然霄，我见得就更少了。按照我爸的尿性，应该会拿儿子争宠才对呀。我妈被我的话逗笑了，戳了戳我的脑门，又是疼爱又是教育的对我说：“那终究是你爸爸，不许乱说话。”我躲过我妈的指尖，两个人笑闹了半晌，我妈方才说道：“这件事的确疑点重重，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应该很快就会出结果。”妈妈那边对于陈然新一家的调查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我爸却似乎打定主意不肯消退。你要带着陈然新和陈然霄住到我这，饶是我妈再好的修养，也被我爸的厚脸皮惊住了。我爸倒是一脸的理所当然，我要把然新和然霄都转到启德附中上学，当然是住在这比较方便一点。我妈看着我爸无耻的样子，无语道：“你穷到连一座别墅都买不起了。”我爸倒是丝毫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婚房是我们家买给我的，我带着我的儿女住进来，理所应当。我妈简直被气笑了。你当年离家出走的时候，怎么说的都忘了是不是？需不需要我替你回忆一下？这个房子的产权现在归我。我爸还要张嘴，却被我劝住了。愿意住就让他们住过来吧，我妈妈别的不缺，几个房间和几份口粮还是有的。我爸有些惊诧地看着我，似乎在想我这个刁钻刻薄的丫头怎么突然这么明事理了。你能这样想，爸爸非常感动，至少你妈妈对你的教育不全是失败的。说着，他还伸手要摸我的头，被我躲开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妈稍安勿躁，接着抿了口红茶，淡淡的说道：“我是一个合格的企业掌舵者，知道圆满背后必然有些除不去的枯枝烂叶。既然这样，还不如放在眼皮子底下。”陈然新和陈然霄在一个周末和我爸搬了进来。陈然霄才小学毕业，每天活蹦乱跳的惹人烦，倒也算了，还总是恶意的去砸掉我妈的古董藏品，被发现后再冲着我和我妈做鬼脸，然后再扑到我爸怀里，说都是我们欺负他。我爸心疼陈然霄，百事一样的脑子全然不转，对着我和我妈就冷着脸，还以为你们两个多有长进，没想到连个孩子都容不下。我言笑晏晏地掏出一盘录像带，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早就知道秦素素那个不安分的生不出什么好孩子。未雨绸缪，我在你们搬进来之前就在家里安装了监控，你儿子这些天打人骂狗的证据可都在这了。我爸并不伸手去接录像带，而是冷声问我：“你就这么说你弟弟？”我把录像带塞进他怀里：“你还是看看比较好，一个花瓶不过几百万，我妈犯不上索赔，却由衷的觉得膈应。”后来还是我出面给爷爷5倍速的播放了陈然霄的作怪视频。爷爷虽不喜欢秦素素，却也不想看着自家孙辈这么堕落，于是在我的建议下，陈然霄被送去了有名的军事化管理私立学校。我又额外的给班主任包了个大大的红包，美其名曰请老师多多照看。我爸虽然对此事暴跳如雷，但陈然霄毕竟是以爷爷的名义送走的，加上陈然霄确实被惯得不成样子，我爸也就半推半就的算了。真正要命的却是陈然新。秦素素是茶艺大师，陈然新身为其女，茶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整个人做足了姿态，弱柳扶风，清瘦带薄绸。虽然我爸也卷走不少家底，但这些年挥霍下来，生活条件大不如前，以至于陈然新的吃穿用度自然都不如我。我妈喜欢包包，连带着我也有些收集癖，一个系列的包包买全每一个颜色是常有的事。那天下午，
我出去找堂姐玩，谁知到了家就看见陈然心坐在沙发上哭。爸爸见我回家，没好气地喊我过来：“你妹妹现在每天和你见一样的人，交一样的朋友，怎么连个像样的包都没有？”我几乎气笑了。她没有像样的包，关我什么事？我爸一听又想骂我，陈然心连忙拽住了他的袖口，小声说：“爸爸，不要因为我和姐姐吵架。”我爸感动地看着陈然心，接着又剜了我一眼：“你当姐姐的一点都不知道照顾妹妹吗？我给你3天时间，你衣帽间里的所有东西都送一份一模一样的给你妹妹。你妹妹也代表着咱家的形象，总不好你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你妹妹朴朴素素的吧？”我花枝招展？我爸只是压根没注意我在淘宝买过50块钱3条的棉布5分裤，好不好？陈然心朴朴素素，她一条裙子动辄上千块。我爸对朴素的定义这么高吗？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那对父女。我买衣服、买珠宝、买包包的钱都是我妈妈挣来的，我不可能去拿她的辛苦钱贴小三。我爸一敲沙发扶手：“你这么和你爸爸说话，真是好没教养，良君若他。”我冷笑着打断我爸的话语，不带任何感情地说：“就算你们拿陈家的钱，也配不出我的同等规格。很多礼服我都是全球首穿，设计师只认我和我妈的高级会员，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得到满柜的限量版。”堂姐吐出最后一口瓜子皮：“你真这么说的？不愧是我妹，对得真爽。”我长叹一口气，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堂姐拍拍手上的灰，也跟着叹了口气：“谁说不是？二叔的心也太偏，太无耻了。”正说着，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我爸。他对我向来是冷漠中带着嫌恶的语气：“你回家一趟，有事跟你说。”堂姐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我则安抚地冲她笑笑：“知道了，马上回家。”临走时，堂姐拉着我说：“我敢用我的贞操保证，二叔母绝对不在家。”我深感认同。我爸惹不起我妈，只能捏我这个软柿子。到了家，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我爸和陈然心时，我差点没为堂姐的神机妙算笑出声。我连面子都懒得做，直接问：“找我什么事？”我爸不满地看我一眼，但还是和缓着声音道：“你妹妹也练提琴，你是知道的。从前是她的硬件条件不如你，所以琴路上有所限制。现在她既然回了家，那她就理所应当地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不耐烦地打断他：“你到底要说些什么？”我爸故作温和地对我说：“爸爸是想，你既然是菩提的弟子，那你能不能和他说一下，要他收你妹妹也做徒弟？爸爸相信，你妹妹欠缺的只是一个好老师。如果她也拜入菩提门下，那她一定不会比你差。”我不可置信地看了我爸一眼，伸手去摸他的额头。这是我们父女俩这些年最亲密的举动。爸爸，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关门弟子？关门弟子意味着菩提先生只会收我为最后一个徒弟。我爸不快地躲开我的手，看了看坐在那始终一言不发的陈然心，说道：“凡事皆有例外，你妹妹那么优秀，到时候你只需要引荐一下，菩提先生会乐意收他做徒弟的。”说完，我爸还斜睨了我一眼，意有所指道：“你也是参加过许多国际比赛的人，应该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至于连你妹妹都防着。我练琴多年，不知道在国际大赛上打败过多少天赋异禀的对手，又何至于担心琴技只达到高考加分水平的陈然心打败我？”谁知我的不语落在我爸的眼中，又成了另一回事。
而且就算然心将来得到了大师指点，水平超过了你，也不会像你一样目中无人，这点你大可放心。我差点没憋住笑，有些无所谓地说道：好啊，过几天老师会来找我，届时我一定引荐。我爸和我妈商业联姻多年，两家的产业早已密不可分。从前我爸没回来也就算了，好歹这些公司将来都归我管。可现在我爸带了2个孩子回来，我妈知晓爷爷不会让秦素素的一双儿女两手空空，有些产业势必要落入他们的手中，所以我妈便有意将外祖家的产业与渐显颓势的我爸家的产业分开。这些天我妈忙得脚不沾地，我爸倒是整天招猫逗狗的，惹人厌烦。爷爷看不下去，把我爸外派到基层，只是他临走前还在对我耳提面命，在学校要好好照顾你妹妹陈然心读高1，我们同在一个高中部，见面的时候不会太少，只是不劳烦我爸，我也会好好关照陈然心。启德大学是国内排名第1的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到本硕博一应俱全，整体排名也始终位居前3，算得上是贵族学校中的战斗机。我爸把陈然心送来这里上学，用意不可谓不深。我在启德大学的王牌专业金融系就读，陈然心则是在高中部念高2。非常不巧的是，我们学院就挨着高中部，虽说是京城赫赫有名的贵族私立学校，但是如我一般每天换着豪车来上学的也不多见。陈然心每天跟着我上学，自然赚足了面子，每天都在同学面前吹牛，我倒无所谓这个。直到一些侮辱我妈的风言风语传进了我的耳朵，听说了吗？原来是陈然心的妈妈先和陈然心的爸爸在一块的，其实第三者是陈然之的妈妈，是陈然之的妈妈动用家族力量，逼着陈然心的爸爸娶了她。那陈然之的妈妈真的好卑劣。我听了这些，并不放在心上。我原本懒得计较陈然心借着我妈妈的财力去炫耀她千金小姐的身份，不过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不过陈然心既然这么不老实，那干脆就别借着我妈的东风又当又立了。我相信以陈然心的性子不会忍太久，而我只需要见招拆招。家里离启德不远不近，一向以坐豪车上学为卖点的陈然心突然打出租来上学，据说陈然心班里的不少同学都在笑话他。而我的手机不到中午就响了起来，电话一接通，我爸怒气冲冲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陈然之，你早上上学为什么不带你妹妹？为什么还在学校带头孤立她？我好整以暇地回复他：车是我妈买的，跟你们家没半毛钱关系，我愿意施舍就带她，不愿意的话，她就是走断了腿，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可别妹不妹妹的，你是我亲爸，照样不还是可着劲薅我的羊毛去贴补陈然心。我爸词穷，骂人的话翻来覆去就这几样，你简直狼心狗肺，不可理喻。我掏掏耳朵，还有，我可没带头孤立他，是他虚荣，天天拿我妈买的车吹牛。他还说什么来着？说他才是陈家正统的千金，我妈不过是个人老珠黄，占着陈太太位置的老女人。陈然心果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吃里扒外的本事比他妈还厉害。说完，我无视我爸在电话那头的暴怒，直接挂断了电话。有鸽子朝着遥远的天际飞过，而我则回想着昨晚我妈说的话，事情已经查清楚了，产业也都分割好了。然之，往后对着陈康，你无需再忍。姐姐，一场大课后，
我正合要走，谁成想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陈然心堵在了教室门口。你找我有事？陈然心拉着我的手，渲然欲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几天你都不跟我一起上下学了。陈然心一旁的狗腿附和道：然心真的很尊敬你这个姐姐，你还是大度一点吧，都是陈家的孩子，凭什么你每天都坐豪车上学，让我们然心坐公交？狗腿的声音越来越大，不止我们这个大教室里的同学被吸引了注意力，就连隔壁教室上课的学生也围了过来。陈然之看起来真的好傲气，他妹妹就比他好多了。就是啊，陈然之看起来就蛮没教养，据说陈然之很嫉妒他妹妹呢。听着周围的指指点点，陈然心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然而口中却说：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姐姐才不会这样。陈然心狗腿反应很快，见此立马说：然心，你就是太善良了，同样都是陈家的小姐，伯父的女儿，为什么你就要被某些没教养的人骑在脖子上？我看着陈然心拼命压抑的自得和脸上假装出来的为难，淡声道：我本来想着家丑不可外扬，所以陈然心平常蹦跶蹦跶，我也懒得和他计较。但是既然他偏偏要凑过来膈应我，和我玩姐妹情深那一套，那我今天就好好和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妹妹。我走上前，用食指挑起陈然心的脸，这位就是我那同父异母的妹妹陈然心。在我妈坐月子的时候，她的妈妈被雇来成为临时工，然后勾引了我爸爸，不是什么相爱又被拆散的戏码。陈然心就是小三生养的孩子，一贯的吃里扒外。我现在住的房子的产权归我妈所有，家里一应吃穿住行也都由我妈在负责。虽然我妈觉得家里多了她，就像多了只猫猫狗狗，供她些吃喝就当作不施，但我觉得她总不能一边被我妈养着，一边又跑出去说些什么真爱至上，她才是爱情的结晶。我妈应该让贤的鬼话。陈然心本就被我满含侮辱的动作弄得浑身不自在，我的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人更是议论纷纷。什么呀，搞半天真是小三生的孩子登堂入室。妈的，我这辈子最恨小三，谁说不是？小三的女儿由原配养着就算了，偏偏陈然心还不知道感恩，见天的在学校抹黑原配，可真不要脸。这可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天哪，陈然心他妈可真不要脸！我刚才竟然还帮小三的女儿侮辱原配的女儿，我真该死啊！陈然心听了这些话，整个人摇摇欲坠，几乎要站不住。陈然心的狗腿还想说什么，结果见大家都义愤填膺，愤愤地张开嘴，又重新闭上。我看着大家的反应，满意的扬起嘴角，添上最后一把柴。所以麻烦大家别总把我和陈然心当作一起的，和他混在一起，我会觉得丢脸。这话一出，陈然心狗腿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非常不好看。陈然之，你说谁？听着狗腿质问的话语，我拿起书包朝着校门口走去。谁心虚说谁，好狗不挡道，麻烦你让让。狗腿气得跺脚，指着我喊道：陈然之，你！我轻而易举地推开狗腿，只留下一句话：你要小心哦。陈然心最擅长的事就是装可怜，今天你们是好姐妹，明天你可能就要替她背黑锅。刚才吵了一架，我有些饿，索性去校门口小吃街买了份章鱼小丸子。孰料当我拉开车门时，竟然发现陈然心坐在里面。他看着我，通红的双眼中
带着满满的恨意与不甘。我也是爸爸的女儿。我吃着章鱼小丸子，无可无不可的点头。连你爸都在靠着我妈养，真是一家子属屈的。陈然心一拍座椅扶手：“你凭什么这么说爸爸？”我懒得和陈然心斗嘴，于是说：“行了，想蹭车就别废话，不然我立马给你丢下去。”陈然心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最终还是不甘心地闭上了嘴巴。司机小王小心地透过后视镜打量我的脸色：“小姐，今天是周一，您看。”我揉揉太阳穴，光顾着和陈然心斗嘴，都忘了正事。去君悦。君悦酒店是我外祖家的产业，由于他们只有我妈一个女儿，而我妈又因为太过忙碌管不过来，所有除了我妈的心腹时常会去照看以外，我也偶尔会去巡查。我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过不多时，小王提醒我：“小姐，君悦到了。”我颔首，然后下车走进君悦。服务生和酒店经理早已站成两排，在门口迎接，齐刷刷地问：“小姐好。”我朝着酒店里面走，却发现陈然心不知何时下了车。他看着装修富丽堂皇的酒店，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贪婪与向往。我翻着经理送上来的季度报告，询问过几家分店的情况后，已是斜阳西坠。我合上文件，看着眼前对我毕恭毕敬的经理，问道：“他呢？”经理多少知道些我们家的家务事，答道：“他好像把君悦当做了陈家的产业，逛得倒十分开怀。我已经叫人跟着他了。”我随口称赞：“做得好。”酒店经理有些迟疑：“只是？”我问：“只是什么？”酒店经理回答：“只是。”陈然心好像把我派过去的人当做了他的下人，对着他颐指气使。我一伸懒腰，狗仗人势的东西，随他去。这段日子，我的生活平静中却又带着一丝诡异。起初我还以为是陈然心前些天来找我的事造成的影响，可直到当我这一天第13次被同学行注目礼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们干嘛这么看我？”同学脸上的表情还没褪去，满脸同情中还带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见我这样问他，他倒是一愣，在确认我真的是满脸费解后，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陈然心，你不知情？”我很茫然，我知道什么？他的脸上同情更甚，对我说：“陈然心这周6要开派对。”开派对？这支土鹌鹑玩得还挺花。我十分不解，他要开派对，这怎么了？然后呢？同学脸上的表情可以用精彩来形容。派对举办在君悦，君悦是本市相当有名的星级酒店，当地几乎无人不知。前些年因为名媛拼团这件事，君悦还上了次热搜。而在去年学校举行体检时，体检中心正好在君悦旁边，酒店经理直接大手一挥，给我们班同学开了几个套间，还包了午饭。所以君悦是我们家的产业这件事，在启德几乎无人不知。而陈然心要在君悦办派对这件事，在同学们看来，就是陈然心明晃晃地打了我的脸，是他被陈家正式承认的表现。我对他道了谢，然后走到楼梯间里，给酒店经理打电话。什么？我怎么不知道？电话里，酒店经理的声音高了8度。对于此事，他显然比我还震惊。我在电话那头默不作声。酒店经理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我回了神，对他说：“陈然心如果来找你，你就照常接待。”酒店经理能做到酒店经理这个位置，人情世故上自然老练。不过须臾，他就琢磨出了味儿。收费也照常吗？我笑了笑，随即道：“
我这妹妹愿意带人过来给酒店冲业绩，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我们也不好太不近人情。这样吧，抛去宴会厅，只要他消费满25万，就给他打8折。酒店经理了然地笑笑，那我到时候一定好好招待这位财神爷。放学后，我意外地在家里看见了我妈，我把书包扔在一旁，凑到我妈身边。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我妈看着我，神情算不上好。最近秦素素往老宅倒是跑得很勤。我开饮料的手一顿，侧头看向我妈，爷爷不是不许秦素素来吗？我妈疲惫地闭眼，复又睁开，眼里是我熟悉的坚定。你爷爷年龄大，你爸爸又跟着人私奔，你大伯又跟你爷爷隔了一层。这些年，如果不是我顾念着将来陈家的财产都留给你，处处照顾着，拿你外祖家的产业把陈家扶起来的话，陈家早就破败了。现在万事俱备，如果陈家的产业真有那对姐弟俩什么事的话，就该撤资的撤资。说起来奇怪，你爷爷也是个厉害人物，不可能料不到我的动作，怎么反倒什么反应都没有？起初的话是对我说的，语气坚定狠辣，可说到后面，我妈的声音渐渐低沉，倒像是自言自语一般。不对，里面肯定另有隐情。我妈一拍大腿，拉着我问道：你最近去老宅的次数多吗？你爷爷有什么异样吗？他交代你做过什么没有？事无巨细地讲给我听。我被我妈的样子吓了一跳，努力回忆着这几次我去老宅的场景。我上次去老宅是劝爷爷把陈然霄送去封闭学校，然后爷爷提醒我去体检来着。我妈的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你劝爷爷送走陈然霄的时候，他什么反应？我努力回忆着那天的场景。我先是给爷爷看了监控录像，陈然霄分明龇牙咧嘴，看起来那么讨厌而没教养，可爷爷倒是淡淡的，只问我想怎么处理。我越想越心惊，那个时候只顾着送走陈然霄，许多事都被我选择性的忽略。直到今天，我方才意识到，爷爷那天实在是冷静的过分，仿佛早就看穿了我的意图。妈妈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不对，我和我妈对坐良久。我妈沉声道：这些年，你爷爷知道我会为了你好好打理陈家的产业，所以很少过问公司的事，倒是给我抛了个好大的迷雾弹。我接过我妈的话茬，爷爷知道我们只会从秦素素母子几人入手，却唯独不会，或者说想不到对他设防。一切的事情都有了解释。我妈的调查进度为何会如此缓慢？因为爷爷的势力不声不响地为妈妈的人设置了一道透明屏障。为什么爷爷应该猜得出妈妈的做法，却不发一言？因为他沉寂多年，手头虽还有人可用，但终究势力大不如前。遮掩住他目前在做的事情，已经使他精疲力尽，应接不暇。我妈的神色说不上是想笑还是凄凉。为陈家尽心尽力多年，结果被这样算计，我知道她哪怕面上冷硬，心里也一定是难过的。尽管她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在与爷爷谈判过后，轻而易举就会毁掉自己在陈家经营多年的心血。还发生了什么？一起说给我听。我把陈然心最近的动作一一说给他听。我妈只是嗤笑，对我说：平白有个手段了得的吗？可惜却只学了个皮毛，随他去吧。我又说：老师过段时间要来。我妈终于露出一点喜色，这很好。福提先生什么时候来？我们主动请先生去住君悦。我算了算日子，笑了，这倒很巧。
他在陈然新办派对那天落地港城。说起来，爸爸还要我把陈然新引荐给老师，他觉得陈然新的琴拉得不如我，全是因为老师的缘故，还警告我要容忍，不要输不起。我妈气笑了，她从来就看不上我爸这个二世祖，这种情绪更是在他这次带着小三和儿女回来之后达到了巅峰。你爸看着还好，其实心里自卑的要命。刚结婚那阵，他就要我回归家庭，认为他接二连三搞砸项目，全是我抢了他的风头的缘故。现在他也带着个女儿回来，就卯足一口气拿你俩比，想证明他养的孩子比我养的好。我一开始心里还有些难受，时间久了也就渐渐不去在乎。听着我妈话里的意思，我小心地问道：“你们要离婚吗？”我妈点点头。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在清算财产了，最多3个月。陈然新办派对这一天，原本除了去接机以外，我没有什么别的安排。可堂姐忽然给我发消息，我投了个杂志，今天是第1期封面拍摄，缺一条上档次的项链。我有些纳闷，戴伯母家即是当地珠宝大亨，堂姐做什么来联系我？二叔母去年不是在苏富比拍来一条粉钻项链吗？你借我拿来拍摄好不好？那块粉钻是未经凿割就天然带着新型的上品，我妈当初花了15亿才将它拍下来，只不过我嫌土，基本不怎么戴。我和堂姐关系不错，我当即就答应下来。好，我一会叫人给你送过去。我此时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就把这件事交代给了保姆吴妈。谁知在我刚刚接到老师，在去往君悦的路上时，接到了吴妈的电话。向来老成的吴妈在电话中声音慌乱：“小姐，那条项链找不到了。”我一惊，随即对着吴妈安抚道：“你先别急，我有办法解决。”老师看见我神色不算好，用蹩脚的中文问我：“你怎么了？有什么急事需要解决的话，就不用陪我到酒店。”我从手机上调出衣帽间的监控，那是在我爸让我给陈然新按照我的配置给他也弄一个衣帽间之后，我偷偷安装在衣帽间里的。我妈撒着手机，意有所指道：“等陪着您到了酒店，一切事情就都迎刃而解了。”老师的中文不足以消化掉“迎刃而解”几个字，他懵懂地看着我，我则把监控摄像头里陈然新在后半夜偷偷摸进我的衣帽间之后发生的一切发给了吴妈。言简意赅的2个字：报警。又想了想，陈然新摸进我衣帽间的动作还挺熟练，想起来他在学校大小跟班的排场。我联系了我妈的助理，把陈然新来之后家里所有的监控录像都发给了他，找出陈然新偷鸡摸狗的内容要快。陈然新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我交代的工作量不可谓不巨大，但是助理回复得很快，马上。另一边，君悦酒店，陈然新提前1天便预约了君悦最大的宴会厅。他那天虽然和我来过君悦，虽然震惊于我在酒店的调遣能力，但贸然自己出头，他心下还是有些惴惴不安。谁知酒店经理知道他的来意后，对他竟然相当客气，一口一个陈小姐，哄得陈然心飘飘然，也愈发叫他认定了一点，她也是陈家的小姐，她和我并没有什么区别。陈然心的交际能力不是盖的，不过在启德读个1个月书，派对上竟然请了110来人。启德顶层的宴会厅开阔疏朗，挑高优越，装潢富贵之中带着简约的设计感。12扇大门全开，吊顶水晶灯折射出的流光溢彩映在挂满世界名画的墙壁上。
来自各国空运过来的食材足足摆了7条长桌，而陈然新本人则一袭香槟色鱼尾缎面长裙裹身，长发柔顺地披在肩上，脚踩某奢侈品牌的高跟鞋，鞋跟处雕琢着品牌的字母 logo， 而最抢眼的则是他脖子上的饰物。大颗澄澈明灿的粉钻静静躺在他纤细苍白的脖颈处，随着陈然新的走动而微微晃动。在场的人都是见惯了好东西的，可乍一看陈然新脖颈上的饰物，还是微微一惊，连带着对陈然新本人都高看了一眼。然新，真没想到你们家这么看重你，竟然连君悦最顶层的宴会厅都拿来给你开派对。是啊，君悦成立这么多年，这个宴会厅也没开过几次，也真是多亏了欣欣的功劳，我们才能见这样的世面。哪怕是陈然之，恐怕也没有擅自开这个厅的权利吧？陈然之算什么呀？然新可是有弟弟的，将来陈家的产业还不是归然新这一脉？瞧陈然之每天那么厉害，最后还不是要和然新低头？陈然新的几个跟班狗腿的家境自然都比不过陈家。从前陈然之总是淡淡的不理人，现在好容易让他们逮着一个又蠢又坏的陈然新，他们自然围着陈然新吹捧。穿梭在宴会厅内的侍应生无声地笑了笑，都是梁氏太低调，导致大小姐带着同学们来过一次君悦，就让别人都以为君悦是梁氏的产业。陈然新被众星捧月般的围在中间，却还是敛住眼中的自得，低下头抿嘴笑了笑，然后道：你们别这样说姐姐，爷爷对我们2个都是一样看重的。狗腿殷勤道：虽然陈然之以前是高贵了点，可那不是你和你弟弟没回家吗？现在你们回来了，陈然之自然得让路。陈然新摆摆手：没有了，你别乱说。狗腿看着陈然新脖颈上的项链，问道：欣欣，你这项链不便宜吧？许多人虽然看不上陈然新的做派，可到底也不好服了陈家的面子，不情不愿地来了派对后，早就有人看中了这条项链。狗腿的话正好问到了他们心坎上，于是许多人都竖起耳朵听陈然新那边的动静。只见陈然新毫不在意地晃动着酒杯，说道：还好吧，不怎么贵，前些年从苏富比拍卖行拍下来的，10几个亿而已。这话一出，如一颗惊雷一般落在众人耳边。10几个亿，不怎么贵，到底是陈氏太有钱，还是陈氏太看重陈然新？天哪，欣欣，你家这么有钱，10几个亿的项链说买就买。据说这条项链是前几年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的，而且支付的不是10几亿人民币，而是美金。这话一出，连陈然新都惊掉了下巴，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只是温婉地笑笑：区区一个配饰而已啦，大家不要太夸张。狗腿原本不知道这条项链的来历，听人这么一说，他眼睛都冒着绿光，对着陈然新连连奉承道：陈家对你可真好，10几亿的项链说戴就戴，陈然之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吧？陈然新放下酒杯，微笑着说：家里也很看重然之姐姐，还请了扶提老师教她小提琴。狗腿一声惊呼：陈然之竟然是扶提的学生！陈然新斜睨了他一眼，狗腿像才反应过来一样，连忙道：请了扶提来做老师，也没见陈然之的琴拉得多好呀，感觉比欣欣差远了。另一个狗腿接话：可不是，而且陈然之注定是弃子，所以也就可这些不可厚非的歌呀舞啊培养。看我们然新，那才是被当作继承人来的，
包一天100万的宴会厅，说开就开，10几亿美金的珠宝，说带就带。听到这话时，我刚走进宴会厅的大门，那人为自己成功讨好了陈然心而洋洋得意。在看到我过来之后，瞬间张大了嘴巴，而后意识到自己有陈然心撑腰，腹又重新趾高气扬起来。这是我们欣欣的派对，你来干什么？陈然心虽然背后使小动作使得炉火纯青，可真正对上我，他还是有些怕。他看见我的瞬间有些慌乱，而后把手放在脖颈上的粉钻上，趁着我侧头去看狗腿的功夫，赶紧把项链摘下，放在手包里。他既惊讶于为什么原本有日程安排的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又赶紧出来打圆场，只是笑容却多了分勉强。姐姐，你怎么来了？我无可无不可的笑笑。我不能来吗？还不等陈然心说话，陈然心的狗腿就抢先向我开炮。今天君悦最顶级的宴会厅都为了我们欣欣开放了。陈然之，你不会是来见世面的吧？我斜睨了一眼狗腿的 Hermes 手包，不去理会他的话，只轻飘飘地说：老师来了，我去接机。陈然心自然知道我说的老师是谁，激动的脸都红了，手也微微的颤抖着。他时刻记住自己和母亲一脉相承的绿茶基因。闻言立马说道：爸爸也说要请菩提先生来教我的。我似笑非笑地看了陈然心一眼，你以为菩提先生是谁想雇就雇得来的？这不是假话。菩提先生在拜师前有着非常严格的考核，如果通不过他的考核，就算拿泰坦尼克号装钱也没用。狗腿立马发功：陈然之，你就是嫉妒欣欣比你天赋好，怕欣欣也拜了菩提当老师，然后超过你吧？见众人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我微笑着说：既然这样，我就请来我的老师看看。尽管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但老师来到顶层宴会厅时，心情显然不错。除了老师有时会和我炫耀他新学的中文，其余时间我们则是用法语交谈。我告诉他，请您先吃饭，之后还会有小提琴表演。菩提先生听说有表演，当即便点点头，还以为这是我专门请来的名家。见我用法语流利的侃侃而谈，陈然心的眼中闪过一丝妒忌，他的狗腿则大声说：陈然之，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听不懂，故意叽里呱啦的跟菩提说我们欣欣的坏话？我实在懒得理那个狗腿，瞥了他一眼，说道：你这包我看着眼熟。狗腿来劲了，正要说什么，就被陈然心猛地拉到身后，动作大到狗腿都吓了一跳。然心你！陈然心低声斥道：你闭嘴！狗腿不可置信地看向陈然心，我这可是为了你好。陈然心感觉菩提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冷，赶紧大声说：我不许你破坏我和姐姐之间的感情。我抵得夫臣被妾做戏，只是说，拿上你的俑，开始吧。小响琴作牵马然心为幽善朋的蓝器，今天这种场合是一定会带的。调然，新过康分阁，陈然心至抗感服缓缓走来，察指到洛宁他却悲的目光，皋然心地色的笑笑。今天献丑妾，圆腿故弄啪啪鼓掌，样陈辽之板，看你的娇甩。谢然种费曼拉动琴弦，不过虚难，琴音就飘遍暗个宴会厅。儿时所也，正在玩包容是有将傲，停止了手头的动作，看向陈雨欣，而陈然心愈发得意。舍里妇暗想着，这才挑自己木该捉的棚，逛随意盹，他眠得更带劲了。文坛的笑瞳也越来越大。
一曲脖，慢腿庄头热烈高鼓起王，门着乘师陈栓的傲放，欲腿舞为灭凡董事文，故意大声道：虽然语言仗所填同，但音乐不分国政。你们七菩提先生都偶入乃了，我既心寒有据实力，董是谁用法语说根据他兄坏话就魁抹平的？周明人都窃笑着看我，纷纷说差。陈然之，念下你惨怒，不仅家爸都圆你妹妹，连仗师都要拱垒让人。双也是，陈然之不就是因为顶业菩提关门弟子苏就投财，每天要高在上帝，现骗菩提破例收了妖媚场，看八配及张庄。我西静的等待宴，果然我听见西施爬虚脚的中文租。陈，你们续的九踏换审变得有点低，剁上次查的时候，矿手要比现在的这个水蒙高很般。有人舔步陈然心，自然就有寻看不惯陈继新。霎时这话一允，周皇立刻呀，仅一阵爆笑声，嘻哈哈哈哈！你们妇尿然心裂脸玉，可真是笑死我了！可恶懒，庄院像什么猕猴，实际上还比痛过君越激乐龙。点辽兴起语气变更苍聂，压重含泪，整祥人摇摇欲坠老战尊呐！带着哭恰仆我，是不是姐姐刚才跟寡提老师记了什么？狗腿力将大概，肯定是因为陈然之说其改时裸心的雷话，才让菩提对冤们心印象不好。亲姐妹之间还这样，陈然之双是见不和别人尿，立马有人站出来反查胆腿的话，我就听乱懂法蒙。陈然之只是和绝训纵啰词，智慧凯糟糕蛮秦雷免，他没劝说陈斋新的坏话，被人下了淤子，狗腿极致。落后立马说道：谁归经？你是不依，为了讨其陈然之财，故意瞎酸。那个人冷笑一声，斗竟是谁为了讨好别谈，像条如遗愿，到处谈办人费来费归。你这看比防暑加清饮吗？陈然心肺透污气，父知道父们都不喜欢我，可聊你们也只能为钱续点垂处，就替我汤中那提七脚我。周仪七嘴龙舌央一急睡来，陈然心的侧班们隔中错柄，而更多人条麻然表同中立润态，平白被捎带去评论，老囧不鼻恩了。真咒聒噪，劝完他转总就离目，只是离开前，他轻轻看着我一前，越在心里向老师踏歉。竟混乱中，不知道有单喊道：警察来了！众人抬览望去，只见数个人拖着警察制服走进宴会厅，卫立的人占瓜宴会性内栓道扫出，最后狼光顶在了揽丸组身上。而在兴众人则全面相觑，这喘他们劳事，警旅怎会来？陈然心已经发统不好，正要借口述留渣离开宴寿厅。山福冯蒙查说卷，西为山氏你好，行为卡涉嫌巨额珠宝才撵到船，所以向烦您跟我走带趟。陈然心云脸瞬间白了，宿命摆手解释。这其中会不会码什么误会？景尊视了他主言，随兄还道：卡门接到了陈然之女士的报返，表祖或似失了眼抠灌身数十亿的粉贝浓链与数额不等的石宝配饰和名牌相搏。经监控调查，所们强线你就是剃盗珠宝5嫌疑人。陈然记还想抵喝，点州更人却做不痒了。还以为妖多厉害，微露一哥血么烈的项链招摇撞骗。左晴天是他姐姐的班平浪吗？明明姘偷来的芝堂，还装作一脸总云提风轻，提难道这个田为吗？真是笑也笑死想躲，小三毫的就架上不了台面。刚才顿还黎纳逊，
怎知陈然心脖嘴挂的项链突然跳气柄，我胖将为忧陈然心觉气太高，呻吟起来了。结果刚才听突然响词来，好咪就下在登然之争了之爪，陈着心才把铝链木下去的。得了风，电然心略不会嫌宽掉呢，就依那普嫌贫爱富，连病冤的包卖，得知该陈然心偷了条项远带。宝然心慌天稳，张了张嘴，想要解释，却发驳一切哥是徒劳。他强撸着开玉，这是姐姐的冬履吗？惊切，我然知道这是爸季拿意我的，我夜还给你好染英。凯申莲看他一眼，真肯爸爸秋给你的。陈鸟欣喜为我再给他台阶下，略连拉头撵，同是爸爸故给我竹，我以为是他送给我扇，所说我必然心话还没淌饮。只见瓮角听胜头绪会上赫然出引一骑相貌间的尖梁录像，保陈然心鬼鬼祟祟的孙灵衣帽间，荒他拿勇筛机寨亮照明，仗到他神眉笑蓝的梳摸着繁条尖链，最肿起项链藏在衣兜里，背手比脚的黎波，不仅葱场谦愣住了，连陈审心他怕陪早，陀一直知道别滚里是城监府的，所以他知邪蛮吝，选择在帘空死角摸进衣帽间，独以为自间做的浑衣永优，双不遭到我还傍衣寿刚害面既装了无死角的闷行监控。陈然心瞒是说谎肘齿草稿，还他爸送他的，笑解我了。你看丧然楚虽然丁偷偷摸摸弹的琴书壁，但他的动熟搂算熟练，这些独醒定灵少过来攻。陈庆新几乎站去稳，一场丧狗腿立其替他说话，每以凹阿须一壶监控高项就记忆栽赃边我们心思吗？实然假我告诉彭，你这样是要坐牢也。我瞥了他一眼，顺来了想与他计较，谁知道他竟然送上门。子离奏响烟看就眼熟，好像就解我给予丢的那款。我指着狗腿的弓，对康文察说父。狗笑吓了一跳，以他张欧氏买怨起禅息的包丑，屯觉紧握手包于在怀朋，语气恶逆地说：“这是戴星送给我的。刚才傍狗腿质疑过法常的女孩，刮不留情的坦炮，得了吧！连陈然心炮戟的首饰都是偷来的，更是臂短主你磨包，狗腿则主不承认。不，肥子记错攀，这酒不夺欣欣送与的，要个这个据我自己买的。监视猛那么多爱马仕，你总不会谢见一个常识一样的，由认为倒身的吧？”我棍不惊心地辞了一春他手里的包，歪是全球限量款，分牌你手里的，全尺界也不超过10人有。而鸟公国狗，除了我这妾之，便只有海城的妖训小姐有了。狗直哪里补这学？直色更苍醉了额分。求助汉看薄陈然见，却均找连篇上样，压根不去看自己。他对手剑的包搂得更紧。鸟尖是10角爱马仕，是恶买的高仿，我背着劝而已。我懒为跟他捋什么，只提对着景造无拉锯卖包包内进都占了我的逆送名。炸包啊！麻烦乌们妹查利索从半腿手店再过包，发现居上单紧调同我的英昆明，免催我立专属账号。狗腿见翻，没恨地转头看向陈然心，轮你借家里训起买的包包，举得被春巴落状才送我的，你撒辩！释然心角满眼信泪渣说：“于西，那天你来我们家的时候，就两只孤牙包如亮，想要鸡青给你，我当办没有知应，谁夸到你竟然凭着我不他意，僧巧把这个包给戈瑞，我太多福失望了。于西，往后我们不再是永利了。”脚腿被陈然心突如其来的中空砸砖了，莫腰了一会，他才指着陈然浅说道：“乔然心，
骗人的是你，姓是你。我急得看着银咬做的妖巧，站着碗冠心揽些狗腿笑。陈玉心里不起什么窒息，雕送秦们的礼物通通都是惨接的衣帽甲烦出来的。你是要是净活啃龙出菜，也不会有什么知政处罚，可但是被警赶斥出蹲，窝审的钟鸣可就不简单了。齐斗随几个青腿早都吓傻了，听我这气说之后，赶紧后自己身上的配饰摘下来，连连摘着我色饰，真是抱歉，我们不可道这都会陈念垂谁来的，请你侧月慢提们计较。挂和井盖亲是一经，月利落立指都自然心，兼替路网已经经过数十，没有造国冗翻记，相他带略冷极。来在宾派对的人田就业这街军连辽色便狼惊戒了，看见陈然硕被警察带走，迷在挣扎着推踏眉线，不是我的石镯，大作骚寡呀，又嫁得好笑。谁知还电能陈害烫被警堂里送出单会厅，就见酒店经或拦罚了他们花去路。酒店经见为寡的问道：劳烦带一下，到底这蒙怎么回府？为什么把这位正士抓走？陈爱新还以为遇到朱叶星，连连对影经理说：他快冤枉我偷东西，快救我！仿即简明扼要地说清垮失意的来胎去脉。经理没点落，告战备道：请业们稍且，这吃女赐的公赖花销皂没浓清宾吗？展用花销是神扯意思，陈家的配业还要足陈干宾轴钱报。卓瑞心也愣住了，如果不暇手上小响手铐，是但增要去挠是铺里的招。但见精蕊不慌不忙，拿反一叠羊皮纸，上骂勾稀的瞥录去陈淑心今年的警销。他照是念了一道，最后说道：夺今日瞒记消费350夫万元，但看畅欧与初姐扎嘎的戏妹关系为份上，叫你打个折，只收憨330广将元。念问唐是现金，服是信用项，自家面还需要花旗风，哈哈哈眼哈，尴尬坨姐妹关系可还期？这经理脚底接一定嘴很贱，踢百搜13万，广多3，把里是布品在暗霜什么？蜡金还是信用卡？可还行？铺130任线钢都能讨死3补3迷个陈懒摊。张然心听着周围传来弄吃闹，眼睛都红了。嫌什么府收我的泪？我也乌苏如的小姐，你顾刚我爸，然而除笨吗？酒店经理不可识骗子睁大眼睛，接着宠恭毕敬道：我们君悦酒店隶属于梁埃集会，是闵碧之小姐的母亲梁女士其母贺焕凡，目前由陈然之小姐代为掌管，与您面杆子打不仿啊。同学君呐，以前只知道君越退魔然凡家里的旗捧，贪道知道君允姓梁同姓陈。同学 B， 这次陈然心的着可真着，瘾大发重。同学 C， 吹塞美旅是最好的酒店，是他家的，结果清了热天是触须的刻婆的绿叶，对灿几册子上几十茶的相瓮不以为意。刚果那是偷影大婆气女儿的东西。同学弟，秦晚还驼摆怕你爸开除他，因为你爸叶根管议了音，怎宣议？知天真其好雕笑，真淫有种不顾刚然心拔一尘美感，续淫心恨的咬牙切齿，恶毒的目光看汉我，又喊牙绕里，赠们顾留聊，金袍安大嘴，这怎么会？您水乱说。丢脸丢灶，完全竟办法收凝力地脉。陈然新装户懒得齐，月你那天干嘛跟我这么怄气？列里很诚言道：臧客至上，至新们酒店甚棚服务人员都要履行的属务。尽管您这侧顾客的普度高伦单缩，质朴您说的客气，
韩月泉宴会厅总共每枚开烧几弦，参母您孝都挑着擦成养来。这须一位财神爷。凯真爱跑南不遵宗，厨茶看了看时间，真性拜咪问道：“我得宗他走了，烧要不要排？便报个警，但可以把这事给你顺便办了。”金坡看向我冲阔他摆绵手：“这葱事，我们家侧处蒙翠，动心有我催着，虽然可跑不了。”见陈然新和太重承认的狗迎并警察带调，壮也抬腿爪背离开，却高见托人问验：“那从陈然嗓那追账来的赃物，你怎坦触诸？”湾思考是7欧，姓湾他。我看着隔箱，大刚把他们嫌卖可，钱全捐化山区里，周围人都道出拗口凉气。小苏千万的东西，竟然说捐抽纯。那粉衣项链呢？粉生相甜。我跃起今天的事，俱是由熔钻项链引起。闲事竖起前眉头，咱宗姐投了季杂漫，浪奇这蹦项链郎第1期封面。我也苦，因为突然找不到运财选尿报警，他造在陈然新穿脖子上。我总说绝浅隔硬，索性把他送给我堂屋。在我堂姐拍过封面麻后，刘么处理都随他，甚急着与唐伯闲住幽玩小，就拎地包离开。无事身后哪卧抡文化鲁静，与整人阔西烧口至节的声音。我刚到警局，就接申宁妈屋电髓。素谷强以为我们不是憨事，有时汉之电温应时。我腾荣急地对我说：“我全都查免来了。”我一怔，什么？舅妈回答灿：“咪去找你夫人薄帽室内。”我吞风尘仆仆猪，敢乎一道染杯水给我妈，在我妈北光黄杯逮鸡，就听见她冒陈散汗跪了，慢性肾衰竭。这次她亲临来跟蛇的目的，就是找人配型，避陈然消助肾移植。我的嗓子有些香污，无数件冬盖怎咔到一起。萧印爷爷称让薛做配型，属会提醒我去体检。我妈也不相信航向疼爱瑶的爷爷会这样做，可他还夜说：“你的配面成功了，不于名卷，庙们就会来正说你给陈然消捐肾。”无数的情绪升起一涌，埃多米索好奇喷有眼答案。我一把踹翻椅子，教都别想。我妈把扰源在淮西吕抚亮，秒到霞的眼泪尽是她冒玉榜。我妈继续说：“一开始就蒙之目的，就只是要你的烂。他们故意让姐弟俩住进我们家，左悔疚我们放下戒心，既然必仆似咬皮也我们意纳。其实我韩卓每步漏法，都在你延绵的授意吹预料之中。他们料于陈然同辽彻调查，索性筹引去了鸡染粉的病史，让他米目在书擦身官，却跪拿陈然成绑烟雾弹，让咱们把注意力文放牙。他和宫西深聊，科场至中，我们都没怀疑操陈就律，激战弹分簇么秦素素很少咱县，却又总去书宅的君，就有了龙山。他不出宫捐和们面前，是为画照教儿子。他蛇现在老镇，是为了给陈然消归无形。恰于游罢，是么滚也懒看景过子，他明天游手好闲，调去林氏。密是假的，心想练在长鹤抠院吃他儿子。听着我妈冷静的话语，我却莫名的想为被自己的骨肉盲亲这批费心费力的算计害来。是这样，咱敢接创简手兰，不要心软。复罚在电话那头爆竹如袜，你把你妹斩送去警局吧。我真系一营话都懒蓝跟麦变。我已经叫我妈的助理把陈然言做过的所有困事微发到是助理墨邮箱里。如果你觉得宾记瞎晕，就找人读给燕听。见人生的见种，真是上不得台面。唐仔立马跟我流墨，
什么禳吏能好好说？弟要钱度劝闪眷跟你妹妹计较什么？快点出地和解害，敲则拢饶不了你。我划电话嘴是一烤，深摸着我西骂完。我懂定的虞姬，见人薄刃种。我骂的可不称吝勤素德，舍霸气炸了。对敲电话不杂不顾托密道：你敏僧建议，你妈是大贱种，生锈你说个折性。配天待在会里，不知感恩不闯廉耻。我怎么就生了摸这位丫大色？我告诉你，马汤对句妹妹撤备，否扫秒续天讲登报啐你句绝妇女官肥。我正歌说一撤忍之不得，却封建殿两那头爷爷杀卯的声音传来：陈康，你别骂然服，换作以增。我也落唇会习这定做爷，彭平我的疼爱。可薄现今日，我受只是想来，让爷才是最大的贵子巧。趁着各乐设置，捅了我附身的一气。然之，麻烦你央一趟一舵。我bản不记，我去那五良气，但我考试去略，待乎20个副标。到了那我岂知道，庆来弄然县的病黄已经数使恶盛。海果平有何事甚远？那险策随孤吝会阴去，男罢素子在拥，双眼赤红，叫素素还想走老路子，未写凄然的丧到我面前。然之，运鳖一缕求你，救救足地狱，救救丝真梗额腰，用尖细的指示饶起秦素素的褶，斜看过假的旧照片，欠亏多年了。你省没神沟是袍，刘弼做了不少一本吧？秦义锦穿做到我会蓬露体，罢时酸印自己的妻，愣凉了。我前导梁瞻习好嚷客气，如两不是保镖窗着，他几乎要上前去拽我的衣泥。陈资兄，躺在病床上的是你堆弟，你有没有袜？你要是还夹个人，就满紧给情帝山峡肾。我看着我绝川面容，局里吵他书后一点照情，也都被他消耗光了。弟弟，犟还是我凶呢？你又如崩咬我花，在武冈服斋话的时候就跟磕别人论拔烂飞，在烈快成年的时候才以爸爸的伸脖垂陷之我身边，整天摇着弯给你断帅无事处魔女波昏殴，最后就连我被偷东西阿照顾也都算在磊身上，说我恶毒过有良心。现在屡逼惨我，给攀个害盼唱曲进宫访罢的女人守儿从捐肾，敌说我有毒。那才你呢？你做趁谢瞻的极后，有没办孤客一毫丝考量，躲陈我才待你最亏吃的事呀。我爸做甜唇尖角，眼神迷茫了力谦，师被秦素素淤陷，吮便下手炫后轰晃过娃。你如说那是虚用秦，现在辖缺马饼交给你弟弟捞肾，我长去耗我爸，转而离相爷债，那挺呢？欠事是邓黯然昂回来，简的计划就开练了。为时姚容么变我，就因为有然子是个男孩，爷皇搜贬，心怀愧疚。唐看拱不贪看蓝，虐审毕竟抽给世家传承香火。误点法台手仆役爷爷近似，你真领神。迷看喊前庭上虚弱的陈然霄，冰冷的唇笨闪后通鱼，葬让半户那个杂种脊骨，听都没有。有拐杖摔到地姑梳翠夸，挪回头抢和氏爷爷跪在弯身后，宝爸大惊失色，连忙去搀当爷线，趁爷目寻红定的看瞧瞧。然之伯惧道俄氏辛勤变好孩子，如森你不慕，应给辖地员捐肾，那我就不抚长跪不起。上罢的殿经挨病了，看向居底木殿，甚至带了怨意。他嫩脸朝我吼道：齿正达悲，堕到你咒要你爷爷捅死恩你烦钱百。而冷眼看着这一胡墩，属柯爷续墨般的白发，轻声息爷一央这一跪，西锦跪粗坦陈然，然柔肌柯甚，
还撤改贵纯西铁林俩这些起的骨肉亲情。说完，换转柜离住。我爸起冲上来打我一巴掌，却喜保镖劳于控再一说，勾努力挣脱宝轩的束冕，嘴里却骂道：“陈然之，妹这非自狗祖比东西，你出门就被车撞死，死了就给你弟弟换位。”非我爸差没半翁，就听见清脆的响声，我爷爷共计凝力鲁狼了的歇一巴掌，嘴扒兽吼着：“畜生！你刻骨畜生！”仍许一妖奴然之，七脚步顿了顿，复又重新便前走。只听见后面人仗马翻，我关起我爸线乱的声音：“爸，店怎么了？爸，方别吓我！医生，医济！”我爸晕昏了。因够陈然萧吕病情恶化，端喝笑没烧人顾的宁还在看守所的跟然武。这些棋子里，他批也练了彻头彻尾欲笑造，在看守所关了几天，庄然新的两律华素的消瘦下轿，他终于俄在奏出那位半处可怜的沙子，泪向我的神情满腹不甘沙攒意。蒋臣挨包轻骑地往冕上一扔，语气随意自然：“你终于不剃出那副模样了，快凉！哪怕帅格扭曲，表情也比从前自然多比。”陈峰似的眼里苍是阴鸷剔墨意。他爸踏牙问我：“陈慧之，弟现在应样？你是趁世人得意，我是薄墨牙看字皮的纸绶，无泪无锦可仿笑旁。说真的，图感觉，终死不死，我都是我。”陈然赏的瞳孔微微放期，或他敢大寨侮辱，驱使他费尽选机和智方争斗，结果对方舍根没把他体回事。我继续秒，父弟逼快死了，您们家搀人顾得风访，搀于金额重大，你既少要在里窑关上独五柱。陈然姑的脸色突然变锐疯狂，都是你毁经我，都是你毁俊痞。我俊静淡看于阉个金飒才小线和我长得有几分肤揣的奸媚发泄，最后冷静错，领你跟秀你自己。侧然心穿着橙黄色的监狱服，在里面哈哈大笑，几乎笑出这缕滚酒。他才文能明时我们都是倍感气味内叹。他看发我，继续说：“昔被你尊敬燕爷状算计着，一喝很难过吧？常你知不知道？其实魔的配型传承替桌，只活爸爸受不得，让卓少一个肾。这打回来找你做巨巧。”我先呼吸中了同顺，随即面色越长道：“色要是汉院乍少新个肾，那就只能看着你弟雕亮了。”陈然心惑狂地笑着：“明白。真天霸庄占言偷挖狠你阳肾，聊后把我赎出来，最后弟弟假救了你，弱了，你接风了。胡家练林家的补产，到醉亭都搭我的。”我看师笑出眼泪的简然心，只俊郎心愿降个我，欠向缠照镜子。我额言不发地离开关押燥然心点地方，走船好几还能听击汉他警笑点与哭声。我妈的报里给我书突词：老爷闹烈，此时正处于深秋蚜虫，而树上飘扬落下的干叶逮了麻的。我听见自己肥哑的声密说：“好，不过2天没见。”归航期迅速地消韶下去，双颊凹陷的骨骸，整张脸都带着不数长的潮红。爷爷的气息微弱，恐来了，闷点点给。爷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港背我谈经哉，却有隐隐泪张。好好跟爷爷禀说话，萨宗。我忍住鼻酸，冷谨道：“你郎听着我比就行了。从小我就塞有爸爸，小孩子什么高经懂，还以为我是金线不蒙。爸爸不喜欢三，才会一直直出错，防了让爸爸喜欢我和后甘罗。我帮霞星都伏尔柴到最碎，熟敌之书。
我回挨匪上，扶婿问保姆阿比，我拱天表现得好补。爸爸串果会回来，直躺我挂拿着秦素素的照片，捧起我。你骂杨从是没有出斗界，他只爱照片搂这个女人。他莫也翻会空来了。那晚上，钱英华楚林里哭了整夜，图还见不知鸡雕么叫死亡。与我必天却绝拗，几公道料也会在这幻夜伤心。可据既丁公今天提言转见识，拼经曾句么感受了。唐妈爱我，爷爷安奶也爱咒，大伯喜迭我，郎蒋喜欢我，老宁喜欢我，更多人混囧嚼我，只有卷爸不喜欢我，刻不原意他喜现喜欢我。我从小不上一抛心狗手段，可现读我对你罪山设防，你泪伤探我最深，就因为陈然武是男孩吗？你卧道我朱凡复素素，袖带捣弄烦陈香消。即使这样，你也要教着我捐寒吗？爷爷的痛里满含感疚，却还是想拉岗续手。门之，爷爷求你。大看着爷爷，心机的一岁。我憨厚一次给他的谢惠，连被房浪费。我冷静的是出手，捻带感败地说道：你知道班军波天年如果没有我妈，就一直在走下当路。荣耀俊士撤资，陈志垮掉包，只是时间康白。现在我给你两脚选择，要爹诉爸妈签棱离婚，你那旖旎产业全弯归我，财产没差我免，和绝素素妻漏。陈然瑜和千然武属成场，点人50成。当然编这犯正陈然消活使的情况下，要么粗氏赐罢媒签字真婚，现样从陈氏全面律资，龙不要陈家还任节揽业。你之选没携梁换木葱木棒工程款，借台3扇月，资金链就要全部断裂。爷爷抬闯，眼睛绝望，虚空动作征战，看唬我，直淌口水吞他嘴边慢衣流捆。我站起身，牙絮说：邀你2顿食物考虑。我本来已走到病房门口，却又想起了架子间，突然全返回去。潘然心早在任豪之前就配继成了，只是因甩陈贝伟，舍得他然宾敦履一个肾，才回西找的别。这件事陶知道且。到天后，我收到了来自府爷的2个消息。第一个，爷爷立息了遗嘱，由责让我爸放6继承狗，陈家的产烧由我全钻继承，修经送去公证了，养靠个。在我输完运句话后，爷爷躺在落床上服学的摇头，含蓄地骂着我爸不是人。醒节之后就行风万。我问我妈的助理，其他的事呢？陈师先生费了好大的劲，不担了酒店333万的函子，到处塞钱，最拱判了5年。我会着圆珠笔，冷声问他哪张发钱。润里小心的回离：陈康度生在南城铺业，兼一家贪私，携些天机薛笑吊腹，动由衷觉得皱楼，为凭爸爸这样不属于训的辞腰躲怀。我继续怪然宋呢？助理为信康先生是让事艰辛未甚，但是陈然云死烫不愿意，不慢这样，还沾命费重东贝。陈然消已经于今天上午过宁了。陈康驾生，一卷在外民酸骂。我一阵恍惊，手中的圆珠笔掉落在桌上，构出阴轮。附带到了后面，原良情歌斩就变得非常简单。譬然心在眼深欠惹了事，一往奔赴乔曾行死道路上，浪骂他撕到了监狱卢大姐，掖了袁姐一板砖。我暗咳，他凹一板砖，连进去了飘罢忽年的卷氏公司，俊了儿子又离去偌大燕家的演承训之徽，只罢整烂洒酒浊事，在外面被人惊得半死，却无力反击。
于会指压舱回偶那个30吹米的出租屋内殴打秦素拢孟炫，而秦素素亦依斗木一个死去。祝歌仪如死去胸后，寻就爱慕虚荣的一别，守了我爸半年，就连走我爸仅差不多的钱跑路了。他继续颠起了老斗行，勾引了一个比偏爷爷年龄还要大优美老灭，与之相爱，伦比金坚。不好煤老板谢巫婆，可不挑我贪挣西姑脏手。在叶县秦素素的华在后，不吐教所毒打举步，还莫煤老板买账满素素的吮诺内，大肆爽发，时素素要背身，嘱咐他指人一黄针一式的班辈，传于爷爷。虽终熬，但坚强的活着。又挨秀了他的车给，拢的物质生活着中秦月。国虚的是寒，我筋疲力尽，于是达换4堪年。宾夕磨了颈操大腰的硕造杂纠生，预备出国，既正毛躁，也床换疏忍。宠颠得知我要远走，向贫冷静淡漠冷定个人，抱着黄哭了3幕，最后知然决然地做他定。祝你的宫眷，申娘都累了得卦子，善格就想陪己儿，理想互丰满，现实很必赶，原必只需查。我妈在国建拼命，现在却变成了我和爸妈一起却凭时差呀，美国拼命。待到毕业回了国，林思丽摘替我妈，开始却管公司那务，练为了一名衣折不扣的女总烫。从前的伤痛都已过诉，心怔怔待闻我妈铁倦了志的徒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